蓝思追、蓝景怡、金陵三人受邀前往进室吃火锅，几人一推开进室的门，便纷纷被里面浓烈的辛辣气息给呛了出去。可！金陵捂着鼻子冲里面喊：“这是干什么呢？是吃火锅还是造法器啊？准备用这对付什么邪祟？”一个黑色的人影倏地从门上倒掉下来，两指一勾，赏了金陵一个暴力：“对付你这个邪祟，没大没小的，叫大舅舅！”几人吓了一跳，金陵不满地摸了摸头，道：“你才是邪祟，吓死人了！”蓝思追和蓝景怡行过了礼，蓝景怡颇有些迟疑地朝进室里面望了望，见那桌上摆着一口热气腾腾的铜锅，周边放着不少涮火锅用的菜肉，他闻着满是辛辣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问：“魏前辈，这火锅这么辣？”魏无羡跳下来回首看了看，用力闻了闻周遭辛辣的气息，满意道：“你们不识货，这汤里的辣油是用上10斤朝天椒熬制的，香辣开胃。”蓝景怡听完脸色有些难看，拉着蓝思追道：“其实我们功课还没完成，明日一早得交，所以什么？”他话未说完，身后突然传来蓝忘机清冷的声音。蓝景怡回头去看，才发现蓝忘机不知何时已站在几人身后。韩光俊，蓝忘机问：“所以什么？”所以得吃饱了，晚上回去才有力气赶功课。蓝忘机点点头，道：“那便进去吧。”几个小辈进了屋，忍不住一顿咳嗽。金陵往那热气腾腾的铜锅里望去，只见里面是个鸳鸯锅，一边是清清淡淡的白汤，一边是铺满一层红灿灿辣油的红汤，这才松了口气，道：“幸亏你还知道要给我们准备鸳鸯锅。”魏无羡道：“谁说是给你们准备的？我是怕蓝湛吃不了才准备的鸳鸯锅。”金陵撇撇嘴，揉了揉身上的鸡皮疙瘩，嘟囔道：“也是，煮个糯米粥都要撒一把辣椒面给我们吃的人，哪里会想到我们能不能吃红汤？”几个人在桌前落座，随着炭火滚烫，火锅开始冒起热气，氤氲晕晕的蒸汽熏得人腮红耳热。魏无羡在红汤里涮肉，吃得满嘴冒油，大呼过瘾。只是除了他之外，剩下3人的筷子都只在白汤里进进出出，那红艳艳的汤底只有他自己的筷子在里面，显得有点孤单寂寞。魏无羡心里顿时起了恶念，从红汤里夹起一块红油满满的肉片，往白汤里一涮，那雪白的汤底顿时掺杂了红汤的辣油，面上浮起一缕红红的油光。金陵第一时间叫道：“喂，你别污染我们的白汤！”魏无羡笑嘻嘻道：“光吃白汤有什么意思？这泾渭分明的，显得我多寂寞，加点红汤更有滋味。”他说着，又从红汤里夹出一筷子肉来，要往白汤里放，被金陵的筷子拦住了。“既是鸳鸯锅，自然是红的白的分清楚才是。你这么混做一锅，那还吃什么鸳鸯锅？只是一点点罢了，加点滋味更好吃啊！你看这白汤清汤寡水的，这些毛肚啊、黄喉啊，涮出来都没那么好吃了。来，听大舅舅的。”“不行，你吃的太辣，我可受不了。到时候我闹肚子了，你担得起吗？吃这点辣就闹肚子，哈哈！金陵，你果然还是个毛头小子。”“魏无羡，你别闹了。”金陵被魏无羡一嘲笑，心里更为较劲，死死夹着魏无羡的筷子不松手，不肯他将那红红的肉片放进白锅。两人僵持了一阵，蓝思追和蓝景怡一时间也不知该帮哪个，只好将目光投向蓝忘机，却见他将筷子拿起来，夹过魏无羡筷子上的肉片，轻描淡写地送进了嘴里。蓝忘机的嘴唇肉眼可见的迅速泛起艳红，喉间溢出一丝隐忍的咳嗽，额间也沁出点点湿气。魏无羡一愣，问：“蓝湛，你不辣吗？”蓝忘机忍下喉间不适，淡然道：“无妨，尚可。”说着，继续用筷子往红油满满的红汤里夹起一片红灿灿的牛肉，要往嘴里送。魏无羡知道这人惯会口是心非，赶紧抓过他的手，凑过去就着他的筷子往自己嘴里一送，将那片火辣辣的肉吃了进去，然后从白汤里捞了好些吃的放进蓝忘机碗里，道：“你清淡惯了，别吃红汤，仔细胃难受。”蓝忘机看着自己碗中一座小山，想说自己可以陪他吃辣，却见魏无羡正殷勤地给他倒水，拿帕子擦汗，忍不住扬起唇角，也从红汤里加了魏无羡爱吃的放进他碗里。“你也吃。”两人你夹给我，我夹给你。蓝思追和蓝景怡看惯了这场景，全然当作没看见，只安心吃东西。金陵却并不常见，顿时被这情形噎住，看着对面的二人眼神焦灼的模样，
泛起一身恶寒，赶紧夹了碗里的肉，一口塞进嘴里，压一压恶心。不料入口却是又辣又烫，呛得他一阵咳嗽，上气不接下气的叫：“魏无羡，你什么时候放我碗里的？”哈哈哈哈！这顿火锅令魏无羡吃得肚皮溜圆，才舍得放下筷子。他酒足饭饱的瘫在尽湿的地上，摸着肚皮看蓝景怡和蓝思追收拾好了残局，被金陵火烧屁股一般拉走了。蓝忘机道了句：“魏婴，地上凉。”过去将他抱起来放上榻。魏无羡瞅着蓝忘机唇上尚未消退的红艳，觉得有种说不出的艳丽，忍不住凑上去亲了一口，问：“吃不了辣，为何要勉强？”蓝忘机还能在魏无羡唇间感受到一丝辛辣，却仍回吻过去，在他唇边低声道：“你说的寂寞。”魏无羡愣了愣，被他这突然冒出来的傻气弄得又好笑又感动。“傻哥哥，我那是斗精灵呢，你又吃不了辣，下回可别勉强了。”蓝忘机却微微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不想和你泾渭分明，即便只是吃火锅也不想。”不知为何，这话听得魏无羡心中一酸，好似有人在他心口上揉了一把，令他忍不住将蓝忘机抱紧了。泾渭分明有什么要紧？虽然是不同的汤，可不还是在一口锅里紧紧挨着？你忘了，这锅叫鸳鸯。蓝忘机被他抱得心头暖阳，伸手回抱住魏无羡，将他紧紧拥在怀里。两人的身影紧紧相依，一黑一白，同那鸳鸯锅一样，好似泾渭分明，却亲密无间，水乳交融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隆冬时节，云深不知处，阴冷得很。魏无羡转身后的身子暂未结丹，不如从前的身体一般强壮。他白日里和小辈们在山上疯得久了，吹了风，半夜躺在床上，突然被不通气的鼻子给憋醒了。他翻了个身，侧着躺，鼻子成了一边堵一边不堵。他无奈的想：成吧，能喘气就行。虽然不大好受，但魏无羡还是迷迷糊糊慢慢睡着了。再醒来时，魏无羡只觉得周身一片热烫，脑子晕晕乎乎的，犹如一团浆糊。他睁开眼，眼前却是一片天旋地转，令他一阵恶心想吐。他赶紧闭了眼睛，低低的喊：“蓝湛，你醒了。”耳旁传来蓝忘机的声音。魏无羡眯着眼，抬手揉了揉额角，问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？”“发烧。”“哎，这身子也太弱了，就吹点风也能发烧。”没有回应。魏无羡心虚的想：难道生气了？也是，蓝忘机在上山前分明把披风给他系上了，后来自己在山上跑跳的厉害，觉得热又给脱了，出了汗又没及时穿回去，冷风一吹才着凉的。魏无羡忙睁开眼，忍着眩晕感抬头去看蓝忘机，才发现自己压根儿不在静室的床上。他诧异地望着周遭一片昏暗，勉强辨认出这是在一个洞穴之中，自己躺在冷冰冰的地上，后脑勺垫着一堆树叶。而蓝忘机坐得离他远远的，升起了一堆火，火光映得他的脸庞犹如美玉，暖而温雅。魏无羡一怔，发觉蓝湛似乎有点不一样。他怔怔道：“我这是做梦吗？”此情此景，分明是当年大战屠戮玄武的那个洞穴。眼前这个人根本就是少年时期的蓝忘机。蓝湛，你……魏无羡脑子晕乎乎的，看着蓝忘机火光下温暖俊美的脸，睨了半天，最终只冒出一句：“你真好看。”若是少年蓝忘机，八成要骂他一句无聊。果不其然，蓝忘机看也不看他，低声又冷漠的回了句：“无聊。”魏无羡却是一笑，心道：这梦做的还挺逼真。少年蓝忘机的脸同如今的韩光俊差别不大，都是一样的冷峻而优美，只是眼前的蓝忘机气质到底还是有些青涩，脸庞也带着几分稚嫩。如今的韩光俊也不如从前那般好斗了，时不时的还能同他过招，有时他也占不到什么便宜。现在看着这个青涩的蓝忘机，倒是令魏无羡心头痒痒的，只想好好调戏一番。他爬起来，晕乎乎的走到蓝忘机身边，一副极为难受的样子，虚弱道：“蓝湛，你怎么离我那么远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你躺好。”个人。魏无羡可怜兮兮的瞅着他：“借你的腿给我躺躺呗。”蓝忘机面无表情道：“你不要闹了。你又不是姑娘家，借来躺躺怕什么？”“不是姑娘家，也不能随便躺。”魏无羡却听得想笑，想着想着便真的笑出了声。蓝忘机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魏无羡眉眼弯弯地望着他，道：“我笑你这个人
真是拧巴得很，明明在意，偏偏要装冷漠；明明喜欢，偏偏要说讨厌。他说完，也不管蓝忘机愿不愿意，自顾自地往他腿上一躺。蓝忘机一愣，忙将他推开，急道：“你烧糊涂了？你别动，让我躺会儿，我快晕死了。”魏无羡又赖回去继续躺着，一边说：“你们蓝家家训不是说了不可打诳语吗？你每天口是心非的都犯了多少次了？你累不累啊？”蓝忘机难得的有些失措，连将腿上这人推开都忘了。我没有。只是这话说的有点气弱，听得魏无羡又是一笑。魏无羡嘻嘻道：“别嘴硬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。”知道什么？知道有个人心里喜欢我，喜欢的不得了，就是不肯说。蓝忘机呼吸一滞，向来古井无波的眸子里竟然流露出紧张慌乱的情绪，匆匆偏过头去，似乎不敢看魏无羡。魏无羡眯着眼看他，见那温润如玉的耳朵涌上一片绯红，乘胜追击道：“怎么，这就害羞了？我也没说这个人是谁，你羞什么？难不成这个人是你？”蓝忘机两手紧握成拳，急急地回过头去，道：“不是。”他话未说完，却见魏无羡的手迅速地从他的衣襟中抽了出来，指尖挂着一个精致的小香囊。蓝忘机教魏无羡几句话，搅得心神不宁，被摸进衣服里都未察觉，这才后知后觉地伸手去抢，却被魏无羡抢先攥进手里，还说不是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趁我昏迷，偷偷在我身上摸来摸去，将我的香囊据为己有。蓝湛啊蓝湛，你还说不是喜欢我？蓝忘机显得很是震惊，望着魏无羡手中的香囊，双耳充血，却不知该说什么。从来冷静自持的人竟然手足无措，胸口剧烈起伏，一副心底秘密被人当众揭发的窘迫模样。他低垂着眸子，不敢看魏无羡，许久之后才艰难地张开嘴：“魏婴，我。”魏无羡望着那个仙气飘飘的人，如今一脸知无难言的样子，却是哈哈大笑起来。蓝湛，这辈子能见你这个表情，我真是死而无憾了。他眯着眼睛，伸出手臂来，一把勾住蓝忘机的脖颈，往下一拉，两人脸对着脸，鼻尖对着鼻尖。魏无羡对着那双惊慌失措的眸子，忽然敛去了嘻嘻哈哈的笑容，满眼真诚道：“傻哥哥，我也喜欢你。”他的双臂在蓝忘机的颈后交缠，在诧异的目光中将那双薄唇压在了自己的唇上，闭上眼，认真地吻了起来。魏无羡感到蓝忘机愣了一瞬，便更加用力地吻去，得到了认真而小心的回应。而后这个吻逐渐变得热情起来，唇齿相依，相濡以沫地纠缠了许久，两人皆沉醉不已。等魏无羡气喘吁吁地睁开眼时，映入眼帘的还是那双浅色的眸子，只是没了先前的慌乱诧异。他眨眨眼，发现自己臂弯中环着的人已成了玉关高树的寒光君，自己也不在山洞里，而是躺在温暖明亮的静室中，高床软枕，枕吻求温，眩晕不适已经消退，浑身清爽干净，一片舒适。果然是梦啊！蓝忘机的指尖轻轻捋顺魏无羡稍显凌乱的发丝，薄唇贴在魏无羡脸颊边道：“你昨夜有些发烧。”魏无羡意犹未尽的舔舔嘴唇，瞅着蓝忘机，手也不松开，环着他道：“我做了个梦。”梦见什么？魏无羡却将他往下一拉，继续那个未尽的吻，在啧啧水声中唇齿模糊道：“你猜。”踏上纠缠的人伸出一只白皙的脚尖，轻轻一踢，纱帐瞬时落下，遮住满是旖旎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更多完整版小说，感受望羡如何实践天天就是天天。